这是 RGBW 全彩灯带，点亮它能做点东西，比如全彩像素钟、全彩补光灯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先要学会驱动它。灯带的灯珠有 RGBW 4个颜色，相比 RGB 灯珠会更亮一点。灯珠的型号是 SK6812， 工作电压5伏。驱动这个灯带或者灯珠只需要电源正负极，还有数据输入3根线。灯珠的4个引脚是这样连接的，所以只要构造数据信号就能驱动它。那么用 STM328266 Arduino 或者51都是可以的，重点在于去搞明白怎么编程得到正确的数据信号。8266跟 Arduino 都容易找到对应的驱动库，驱动库的用法往上一大把，就不去重复了。我们把重点放在编程的思路和方法上，因为无论用什么芯片和语言，只要方法对了，都能实现。这是灯珠手册上的数据结构，以绿、红、蓝、白的顺序发4个字节。这32比特的数据从低印串行输入，想点亮几个灯就送几个32比特，最后再跟一个复位码就能点亮了。我们很早就学过，1比特有0和1两个码元，根据手册，只要构造这3种脉冲就可以了。这个表是脉冲的时间要求，我们确定一个具体值。码元周期设定在 1.26 微秒，0码正脉宽 0.3 微秒，1码正脉宽 0.75 微秒，复位码负脉宽205微秒。有了这些参数，那就很简单了，只要做2个子程序，一个发送复位信号，另一个串行发送8个比特。这种硬件控制我用汇编语言，如果你用 C 语言或者其他高级语言，要注意编译优化等级对指令长度的影响，这个影响我们可以在评论区去讨论。示波器的黄色波形观察串行数据，蓝色波形观察程序执行时间。先做发送复位码的子程序，用一个延迟程序就够了，先把数据引脚拉低，再延迟205微秒就可以了。烧录运行。复位码负脉宽是 204.5 微秒，只要大于200微秒就可以。再做一个串行发送8个比特的子程序，这个程序的核心只有一个循环和一个判断，循环8次把一个字节从高位开始按位读出，每次循环根据读出的位去设置0码或1码的脉冲宽度。这程序目前是有问题的，因为0码和1码的跳转执行长度不相等。运行来看看，现在0码和1码脉冲等宽，发送的数据每隔 0.5 秒从0到255递增。如果0码和1码判断执行时间相等，执行时间和数据位的间隔不会这样跳动。跳动的原因是因为不同的处理器跳转指令执行的时间有差异，必须消除时间差才能得到满意的脉冲。针对我的处理器，我添加了一些控操作，让判断的分支指令走过相同的时间。这是修正后的波形，最低位仍然递增，但判断分支执行时间相等了，程序执行时间不变了。把程序改成全发0码，周期 1.26 微秒，正脉宽 0.32 微秒。再把程序改成全发1码，周期 1.26 微秒，正脉宽 0.77 微秒。0码和1码的周期是稳定的，驱动程序就这么搞定了。现在把 RGB 做成交叉递增和递减，这个波形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感谢您的关注，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再见。